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晋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晋这个英雄啊，现在真的是偏向万金油的一种玩法。你可以说他的打法可以畏畏缩缩的在后面，也可以激进一点在前面。但激进一点的话，你可能得要配一些更好的。比如说像那种迅捷步伐这种往前去打更大的一个爆发吧。但这里面可以看到它是带3绿搭配这个暗黑收割，然后再带一个巨人杀手。出装就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在上个版本一模一样的出装，因为这次羊刀或者说一些甚至在上个版本绿叉这种改动对他来说没什么太大的影响。晋这个英雄不怎么吃攻速的，更需要的是爆发，然后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切入时机。像小炮这个英雄跳上来只是他就是直接 E 技能，这个伤害很足。如果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如果不是带了3绿对线是很难对线的。像甚至刚刚如果 E 技能炸那一下没有无效化法球的话，抵消这个技能的话可能这里面就没办法再对线了，那个血量必须得回家的。现在这个版本的话，好多英雄都会选择带3绿，就是像杰甚至一些稍微弱势一点，就是也不能叫弱势吧，反正就是普通的一些打野像赵信或者说战士都会选择带3绿。像盲僧这英雄没办法，还是太强了。我感觉他完全不需要带3绿，他只需要一套输出。打完拉开2技能拉开，或者直接把人秒掉就结束了。而且他的盲僧的那个技能 CD 其实算快的了。然后这个版本这里的话勾到打一套，打出了个被动，但没有大招。肃清这波兵线的话有大招，不让他回城就可以了。有没有办法5级了，对方知道在那个位置回城了已经，打个消耗，可惜勾不到。对面的辅助也是玩得很好。这里的话等级有优势，对面5级了，得小心一些。把这个炮兵吃了的话可以撤，盲僧过来了必须得跑，好像跑不掉了。最后的话是换掉了对面的射手，虽然说不是那个射手的人头，但还是小赚一点。前期的话能叠到那个暗黑收割就 OK 了。晋这个英雄不怕没有伤害的，但首先你得会打伤害像如果说你觉得像你看，你有时候你要调整一下，比如说你想打的激进一些，你可以带三红或者3黄，那样子的话就很难说，就是对面一旦上压力的话，你会顶不太住的。这里的话大招秒掉，
最后一发还是没中，给个 Q 卡住以后 W 命中，机器人被控住了，对方想换人头，嘿嘿，机器人。像镜这个英雄就是这样子，他的 W 技能真的可以决定就比较关键性的一击，就给到这种超远程控制，而且速度不慢，只要你预判的好一些。对面因为小炮的原因，前期的话是因为有拉克斯这样子的就这种输出型辅助在。如果说你换个辅助啊，对面小炮是没有任何对线能力的。因为小炮前期的话，他只能用 E 技能去打个消耗，他的平内伤害是很低的。所以我是不太建议，比如说有人想玩这个小炮就是打下路的话，我是不太建议。这英雄玩了以后毫无体验可言。哎 ，A 出去了，对方上来打一套消耗，他就是这样子打法，但可惜就是吃那个谁啊，那个拉克斯的技能太多了，招型很帅啊，一上来大招补上伤害，秒掉对面的盲僧，那这样的话就占据了主动权，可以控双资源的一个时机。那感觉这局绝活哥的队友都很不错，哎，不该录这一局的，我有点后悔了。哎，录出来以后，你们待会又心里不平衡了，说啊，我的队友怎么不是这样？没错，我们的队友亦有不同，笑死。不过我的队友也是抽象，别想，我现在开始就是，哎呀，这队里面就是有个点哈，没前排，都不愿意选全排的。你看对面，你说这种有坦克吗？没有，全是战士，而且唯独我觉得对面的那个青钢影是前排，但对面青钢影绝对不会做半肉，我跟你说。安倍萨，那100%不可能是出肉的，肯定纯输出的。我感觉对面的那个金刚影的话，也是那种三就是那种叫什么三项，然后那种半肉的，也不能算肉啊，就是有点战士装嘛，有点坦度但不多那种。对面小炮的一波操作把鱼人给躲了。这里的话又吃到他的那个 Q 技能，又吃一套伤害。这里安倍萨来了，赶紧走，这个血量是真的很容易秒掉。还有里面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绝活哥已经犯了很多失误了，他走位上面基本上吃了很多关键 Q， 就是那个拉克斯的关键 Q， 但恰恰是体现了这3率的这种容错是真的很高。反正我是建议大家出3率，这里必须得交闪现。这是什么技能都吃，你知道吧？这局是真没压力，感觉队友会玩，是吧？后续跟伤害补出来了，收集者收掉一个人头，可以再收一个。安倍萨的话应该是跑不掉了的，再 A 出来，哎，烫死了。AQ 命中出去，哎，鱼人烫死了。哦，有护盾，那这样的话，武器一个人投到高地去了。好了，这个名字也是可以的。这里面的话，他改变了一下他的出装思路啊，就没这局的话得做破盾啊，就是队友好像没怎么做破盾。如果队友做了破盾的话，他就
不做了。反正就是队友没做破盾，他打算做了这个破甲弓以后去做破盾，然后再做武警，就不做银血了。我又被开了，那这样的话是跑不掉了。啊，对面拉克斯的大招，好猛啊！像这种时候呢，你的打法就是要不能，就是尽量不要去漏，他们肯定是第一时间来切你的，然后你就只需要等队友或者等安倍萨开团以后，是吧？你就在后面开个大招，先打个 poke， 等对面技能交的差不多了，你再往前去给 Q 技能，或者说去打平那些伤害。但这个往前走的过程中呢，必须往前丢 E 技能避免说对面直接第一时间反来切你的时候没有任何减速或者什么。这卡米尔的话太肉了，你看这里面就是离开一个危险区，盲僧的话刚好在外围，打不到，没办法。还好这大招，那青钢眼好像有大招是吧？没有了。一个狂风之力拉了一下位置。就刚刚就体现出来了，就是第一时间你知道你的位置就很难受的，然后他就跑到龙坑后面先去，就是说他的大招是完全支持在就是那种不在前线，就是在后方支援的那种位置去开大招就够了，然后后续再往前去给那个伤害。这样的话就不会说第一时间就会被对面的那种大招切入。你想想，对面安倍萨加上那个青钢影的这种，然后再加上那个拉克斯的大招，你是完全没有输出空间的。这武器都推到又偷家偷到对面高地去了，这偷家大王啊！有了这个火炮，它加上平 A， 如果是第4下平 A 的话，估计能掉半血。这里的话想做推进，还是得等下波兵线都有到了。对面拉克斯伤害很高A 一下狂风之力，接个 Q 收掉人头，又拉到一个。那这样的话，对面应该是没有守塔能力了。大招直接给对面的失血。差一点，位置刚好差一些。那这期的话应该就到这了，后续对面也没有翻盘能力了。那行，这期就到这，欢迎大家收看，拜拜。